加油，一发入魂，加油加油，必须怀孕。啊，我想起来这个东西啦，是那朵花儿，对不对？啊，他们要结婚了，这是好事儿。但是你看前面那对新人的下场，真的是令人痛心疾首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事情，马上可能也要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必须务实一点来讨论一下他们如何应对出业权政策的问题。我不是说我有处女情节啊，也没有歧视女性，但是你必须得承认，新婚妻子的第一次的确非常重要。我相信女生也会这么认为的。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她会怀上谁的孩子。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是非常重要的。难道就真的任由这些贵族夺走所有处女的初夜，并且还是有一定的概率，或者说很大的概率怀上他们的孩子，那就把整个苏格兰人的血统都统统替换掉了吗？我想人们一定会自发的产生应对的办法，比如说隐婚，就是私底下悄悄结婚，不公开，不让贵族知道，并且还要提前悄悄的进行婚前性行为，提前先怀孕造成既成事实啊，也许可能也会被贵族发现，还有一些其他的斗争，但是总之不会让他们轻易的得逞。他们这些没有经历过2000年的奴役、2000年的驯化的人民，肯定还是有反抗精神的嘛，不像我们印度人。那就算是像我们印度人这么软弱的，那也可以消极抵抗啊。你比如说不婚不育啊，你也不劳动。你就算那些贵族让所有的苏格兰女人都怀上他们的孩子，那男人们不给你们养育啊，光凭你们贵族又能生多少养多少呢？那奴隶们都绝后了，我看你们这些奴隶主还能逍遥几天，是吧？其实这个没什么害羞的，就在他们这种政策环境下，我要是他们的父母，自己的女儿会悄悄谈恋爱了，甚至会婚前性行为了，这是好事啊，对吧？这是好事啊，这就不会便宜了那些贵族了嘛，对吧？这是好事，没什么害羞的，父母也不要管着。哇哦，早就准备好这一天了，对吧？啊，我明白了，我刚刚猜的是对的，就是他们的确就悄悄的隐婚了，哈哈哈。哇哦！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西方有这种宗教仪式感的婚礼，而且它也应该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吧，很有传统的这种氛围。我很讨厌我们印度现在当代的这些婚礼，特别的怎么说呢？不严肃、不庄重、不浪漫。它其实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的，我们印度自古以来也有自己的非常严肃、非常庄重的这种传统婚礼的，虽然不是宗教加持的，但是也是有那种严格的司仪的流程。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你说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大国，怎么可能婚礼都办不好？可问题是过去这几十年，我们的文化断代了，尤其是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那些各种反左反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各种政治运动当中，就把我们的文化给很多传统文化给灭绝了，以至于现在我们的很多那些仪式啊，都是通过一部分的记忆碎片，凭着老人家的记忆碎片拼凑起来，再有一部分其实是西方传入的一些东西，再加上现代的这些商家包装臆造出来的东西，各种杂七杂八的混在一起拼出来的一个四不像，可以说是既不洋也不土，既不西也不东，就每一个环节都让人感觉到不庄重、不浪漫、不严肃。所以很多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对婚礼没有期望的，有很多印度人结婚他根本就不办婚礼，其实是因为没有好的婚礼。我又猜对了，果然是这样。本人吗？也就是说他所统治的这个范围里面，他自己本人就亲自在一线，那可见他们这个政府的组织架构是多么的简单呀！你统治这个地方的贵族竟然需要亲自来对人民训话，
就好像总共就只有他一个人以及手下的一群士兵，可能也就30-50个吧。我还没注意啊，可能30-50个都没有。那这种简单的统治模式应该是比较好反抗的啦。那完全不像咱们印度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咱们这种中央集权国家，那真的是规模超级大，组织度非常的复杂，力量超级的强。你要反抗它呢，真的是地狱级的难度。当然，咱们也不能责怪印度人自古以来就软弱什么的。其实主要是因为这200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失败，那真的是尸山血海，人头滚滚，实在是太绝望了。你要是这种组织架构，那不早就造他反了？你就凭咱们这种人口规模造这种政府的反，那还不是就这么处决啦？好吧，我承认是我太邪恶了啊！我还以为他要让士兵们去排队呢，就算他们还算是有了一点贵族的体面啊。这要是在咱们印度，他将受到的折磨是你无法想象的。就比起最后的被处决，他还要被这几十个士兵轮奸，那都算好的了。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印度古代10大酷刑啊。要论如何把人痛苦的折磨死，印度统治者绝对是专家。比如有一种叫做凌迟的刑罚，要保证受害人在不死的情况下，给他割上几千上万刀，让他亲眼看到自己身上最后一片肉被剔除干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东方人经常死战不降，宁可自杀的原因。因为一旦被俘，后果会非常的惨，甚至有一些人他只是战败了没有被俘，但是被自己的领导惩罚，也会用上这些非人的手段。所以英国的这个贵族社会保持了很长久的时间，其实这是有一些好处的，那就是很多事情都不会做得特别的过分，至少要维持表面上的体面。那很遗憾，我们印度的贵族社会实际上就是在2200年前就已经彻底终结了。所以印度人总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古代的非常倡导的，大家嘴上非常倡导的哲学智慧，经常说中庸之道如何好，但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从来都只有极端，没有中庸，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没有中庸。尤其是我们这个朝代本朝极其的极端，不是极左就是极右，反复横跳，朝令夕改其实他算是死的没有痛苦的了。你知道在印度的很多这些大的斗争事件当中的很多人都死得极其的惨，尤其是我们这个朝代，真的你真的不能去追究那些细节，你要是知道那些细节的话，你都吃不下饭。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统治阶级他们做事做得极其的极端，毫不体面，毫不留退路，所以他们身上就是带着的仇恨也是非常深重的。我是说人民仇恨他们，所以他们就更加的无法退让，不能改革，绝对不可能就是主动实现民主化的。因为他们一旦退让，他们就有可能要上断头台，上绞刑架，因为他们身上欠的血债实在是太多太深，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太残暴了。就说实在的，像这种级别的仇恨只是杀了某些人，而且没有折磨，就正常的杀了的话，说实在的我觉得这种仇恨是可以化解的，是可以和解的。实际上英格兰和苏格兰后来当然是和解了嘛，还统一了嘛。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印度人民和印度共产党是绝对不可能和解的，那是血海深仇。你看他们这个统治机器太过于简单了，规模太小了，这贵族老爷还要亲自在一线面对一个反抗者，一个起义暴动者的攻击，这个情况在印度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你知道吗？印度古代的贵族老爷，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宫殿里面喝茶看戏，就外面就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杀得尸山血海，血流成河，人头滚滚。
都不影响贵族老爷们的心情。这就是超级大国的好处，悲哀罢了，悲哀。这个地方太假了，你们这也太放松警惕了吧？就这么大的血海深仇了，然后你还相信他空手回来投降，这怎么可能呢？是吧？务实一点好不好？哦，他用的是一个鹿角，我又想起了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这些古代的统治者们，我不知道西方是不是一直长期有这个政策，限制人民拥有铁器，但是至少在我们印度古代是历朝历代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国家对这个人民可以拥有什么样等级的铁器做了严格的限制，最严的时候甚至有那种连坐法，比如说5户人家形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人要是接触了管制的铁器的话，这5户人家都会挨罚。没想到英格兰对苏格兰也做过这种事情，那也算是东西方的独裁者们都有共同的想法吧。太温柔啦，太温柔啦，这么深重的仇恨，你这要是在我们印度，有几十种办法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感受到人世间所有的痛苦，最痛的痛苦。我们印度人就是这样，就是在被压迫的时候逆来顺受，就是绝不反抗啊，或者说很少反抗。但是一旦战胜了他人，或者说可以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会极端的残忍啊，极端的残忍。你们英国人太温柔了，太温柔了，不够残忍。小社会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英勇无敌，以一当百，大家就会自发的拥护你成为领袖，就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勾心斗角。就《三体》里面有一句台词，我记得好像是集权只需要5分钟，是吧？其实就这一刻的威廉·华莱士，如果他想要成为一个就是威权，想要成为一个独裁者的话，他已经有这个基础了，他很快就可以成为这种人。我的心都要碎了，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那个箭头的啊？那你肯定得把箭头取出来了，然后再用这种方法处理伤口啊。但这个消毒啊，然后使得那个伤口尽快愈合呀，这个是对的。我想起了中国古代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就是三国时期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将军叫做关羽，他的手臂中了毒箭，然后被医生就是割开皮肉，把骨头上面的毒给它刮掉，然后再缝合好，其实就是一场外科手术。而且最厉害的是，那是1800年前，中国的外科手术技术，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外科手术技术怎么样啊，水平怎么样，但是确实有这么个事儿。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发明了麻醉药，但是更厉害的是，这位将军关羽，他主动表示我不要用麻药，你就大胆的割，随便刮，随便割，我不需要麻药。而且同时他还在另一只手还在跟他的参谋下围棋，你敢信？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人，我之前说他的儿子那个莽夫看起来像英雄联盟里面的那个酒桶，我看这个父亲也是个狂战士，可能就是那个戴着牛角头盔的那个维京人 Olaf 还记得吗？顺便问一下，苏格兰人和那个维京人，就是北欧5国什么冰岛啊、挪威、瑞典、芬兰啊那些人，有点什么血缘关系吗？离得近，应该有点吧。你看，从欧洲大陆开船都能开到冰岛去了，那英格兰、苏格兰那不是常事儿吗？对吧？可能有有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我就喜欢看这种人民揭竿而起、反抗独裁者、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故事。还有更多这样的电影的话，欢迎推荐给我啊！我就喜欢看这种故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